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36岁，来自山东，自营；宋女士34岁，来自吉林，自营。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结婚13年了，他一直特别强势，什么都得听他的。我在这个家里一点自由和隐私都没有，我都快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哪儿强势啊？明明我才是弱势的一方。他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只凭着自己的性子来，完全不管这个家，也不考虑我的感受。跟他过日子，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有他的怨言，我也有我的不满。我们家到底谁强势，谁弱势？希望各位老师帮我们评评理。哦，来，我们这是评理来了哈。老师他就是不讲理，所以说跟他没办法继续生活了。我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也过不了了，也过不了了。好嘞，你们结婚13年了，对吧？对。孩子多大呀？12。男孩女孩啊？女孩。今天是谁主动提出要来的？其实我们共同要来的，都想要来。我就想问问他哈，就是因为我们俩结婚13年了。他一直就说我控制他，说我强势，我就想知道我强势在哪儿。咱不说别的，就说咱们刚结婚那2年，我父亲出车祸那个事儿，肇事司机到现在没找到，咱们自己垫付医药费，咱们是手里钱不多，但是是不是也花空了？我只是想把你带来的5金先卖了，咱们先换成钱，最起码把我父亲的命先稳住了。我们俩结婚的时候裸婚，啥都没有，他父母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帮衬，包括我的首饰是我自己从娘带来的，我自己挣的。凭什么他一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卖我的首饰啊？再说了，这个东西没卖我首饰，是不是也渡过去了啊？为什么要卖我首饰呢？我不是求爷爷告奶奶去找亲朋好友借的吗？你能找亲朋好友借，为什么你不去借呢？为什么你要卖我首饰呢？你是我老婆，有时候我真觉得你真不如我一个朋友。我父亲生病了你不管，那么我问一下，你母亲呢？我管没管呢？你不应该的吗？等会儿，你母亲生病了，他应该他也没管。那您母亲病的时候，他掏钱了吗？啊，掏钱了，钱确实掏了，实话。哦，但是呢，那他为啥要掏钱呀？因为他不出人，他不出钱呢。那爸爸当时你去陪床了吗？我照顾了。你照顾了，对，我照顾了。你的意思是我出力了？哎，对，他不但不出力，而且他还添乱，您知道吧？当时我母亲是突发脑出血，我有2个姐姐，我2个姐姐吧，是一个在辽宁，一个在吉林，离太远了，没有办法过来。就当时在我们本地的医院都不行，我们直接就转到青岛去了，然后在 ICU 里待了50多天。当时我是一个人在外面守着，我就没办法，我把孩子放在家里你照顾，是吧？反正没办法把孩子交给我妈照顾，他们俩本来就是不是很合。你让咱妈去带这个孩子，能带好了吗？她带孩子咋了？她当奶奶带2天，孩子还屈着她了啊！只要是我婆婆跟她一叨叨，哎，说你看把孩子扔给我了，这家里啥也不管了，怎么，她就开始打电话跟我发牢骚。当时我妈在 ICU 里躺了50多天，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里外顶着。我一天最多的时候，我签5份病危通知书。你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考虑过你媳妇在那儿待着是什么心情吗？啊！我给你打电话是让你回来休息休息，你也有姐姐，你也有哥哥，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替一下你呢？哎，真的，为什么母亲都那么严重 ，ICU 50多天，哥哥姐姐为什么没来呢？其实我姐中途是来了的，来了10几天吧，因为她那边吧。工作首先来说放不下，再一个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我距离比较近，我优先去照顾他。后面其实在2个人心里面是不是都多多少少有点小疙瘩了？有的，老师。经历了这个事件，你们2个人还能走到今天，也挺不容易的。也挺磕磕碰碰的。比如说戒烟这个事儿吧，我这个烟怎么戒的？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吧，压力也挺大的，我就是喜欢没事的时候抽根烟，释放心里的压力，觉得这一点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结果呢？我媳妇这个人，她就自私到非得要把我这个能空下自己的时间都要剥夺，就联合她的朋友一起让我把这个烟给戒了。首先来说吧，她那段时间她咳嗽，就每天早上4、5点钟她就咳咳就咳嗽，把孩子都吵醒了。我说咱们去检查一下吧。我说不去，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呢？我让你去检查不是为你好吗？我自知道自己没有事儿。你没有事儿，为什么天天咳嗽？为什么影响到我和孩子？我让他去检查，人家医生说他这个肺部纹路有点重。就是说那意思，如果下一步再发展的话，很可能就是肺癌。这
自己害怕了，他把然后你就烟戒了。联合医生吓唬我说我得了肺癌，我说人家说今后有可能，没说马上得。是那么说的吗？人说没说马上得。我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说我身体不太好，让我把这个烟戒了。我就听说吧，就把烟戒了。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给那个医生打电话，才知道他们其实早就认识，就是我戒烟这个事情，他们俩当时商量好的。什么叫商量好的？只不过我们是让你提前预知未来的风险，有毛病吗？再加上让你戒烟，不是为你好吗？这个东西还能提前预知啊？那怎么就不能提前预知了？所以他的肺没事儿是吧？没有任何问题。纹理有点重，别的没那啥。我是为他好。出发点特简单，就因为他一抽烟老咳嗽嘛，咳嗽容易吵到他和孩子睡觉。老师不只是说是他咳嗽影响我们睡觉，他是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是在卧室还是在客厅，不论守着孩子还是守着我，随时就抽烟。他不考虑我们对你们的身体也不好，对你和女儿的身体也不好。就我月子里面，他都在我房间里抽烟。哦，那不行。是啊，老师说不行了吧？听见了吗？不是也已经戒了吗？哎，别往我头上赖啊！他就天天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知道了以后，他就天天抓着不放。他说我控制他，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你就是想控制我。我怎么控制你了？我手机只要不在我身边，你是不是就拿我手机看我手机啊？无论是我在洗澡还是我睡觉的时候，你都在偷看我的手机。那你看出来啥问题了？他跟我婆婆，你都不知道，我婆婆那个人吧，本身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婆婆就会跟他在微信里面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媳妇儿今天又买了一堆快递回来呀，哪个过日子的儿媳妇能买这些东西啊？怎么地的？”然后他在微信里他就跟他妈说：“哎妈，你放心，我去说他，我去训他。哎，他天天他就这样，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买的一堆快递都是为了我们家，都是为了孩子。”那他回来训你了吗？没有，他训我干什么呀？我也没有错。所以他不就是随口跟妈那么一说吗？他也没训你吧？就算是我的毛病了，但是我要不查你手机，我能发现那个事儿吗？啊，你跟你前女友不清不楚的，真你都夸不夸你送过去了？前女友是怎么回事啊？哎，老师你都不知道。哎呦，有个前女友，当时他跟结婚的时候跟我保证，绝对没跟前女友没有联系，你知道吧？因为他那个前女友之前处了3年，我知道俩人感情特别好。后来我看他手机，我就发现俩人有一句唠一句的，唠那个亲呢，你都不知道啊，真的。他平时他们从网上买个东西退货他都不会，结果他会给人家寄生蚝，寄2箱。老师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个因为我有个发那个生活小视频的习惯，但是我跟我说前女友吧，就说从认识他之后就一直在没有联系。不知道偶然一次机会把他刷到我的视频，正好我就是在那个吃生蚝，他就给我留了言，说了一句说他们那个地方很难买到新鲜的生蚝。问我能不能给他买点寄过去，然后我说这没什么大事啊，他说他给我钱，我说无所谓了，钱不钱的，本来东西不贵，我就买了一点给他寄过去，我也没收他的钱。然后这事让他发现了，你看就这样，自从那件事之后了，他就我出去不过是跟朋友吃饭喝酒，他都跟盘问犯人一样盘问，就是跟几个人啊，跟谁啊，有没有女的，晚上几点回来啊，什么饭局啊，在哪吃啊，晚上10点之前必须要回家。就你那些朋友有一个好东西吗？啊？就你真的这一圈，哪个没找你借过钱啊？哪个借钱还了？你自己说。你提起这事我还上火呢。我有一个朋友吧，也算是发小，人嘛，这一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说我爸那时候他也帮过我，就是他前一段时间吧，孩子生病了，急需用钱，但手里钱不是很宽裕，从我这拿点用，拿了2000块钱。结果这事又让他知道，就会一个劲的跟我闹啊，又是让我守着当他的面打电话发视频跟人家把这个钱要回来。到时候你也看到了，人家孩子确实是不是在住院？那我哪知道那次是真的呀？他这个朋友是什么呢？不学无术，天天班不上，啥事不干。人家以什么为收入呢？以孩子说谎为收入。哎，今天我孩子发烧了，住院了；明天住肺炎了，住院了。3、4、5次的找他借钱，一会儿都没还。再说就2000块钱，你就是太强势，你就是想管着我。你怎么不想想，就因为你打肿脸充胖子，我跟你受多少委屈啊？我这些年跟你日子怎么过来的？我让你受什么委屈了？我刚跟他结婚，我这边就怀孕了。我没办法出去工作，因为我当时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允许。他当时上班吧，1个月是挣3000块钱，结果呢，每个月正常人是公休4天，他每个月都得休10几天。然后他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媳妇儿，哎，我今天哪儿不舒服，我这儿疼那儿疼，哎，怎么地？我说那你就回来休息吧，哈。我说本身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工作吧比较危险，我说你别带着病在那怎么样？结果回来往电脑桌前一坐，啥事儿也没有了。他每个月连2000块钱都没开过。我1个月我拿着1000多块钱的工资，你算算我们家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说实话，那时候我确实有偷懒的迹象，因为我跟你结婚，接着有了孩子，我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然后后来呢，他就嫌，哎，他一请假回来呢，我就唠叨他，我就会说他，我说你哪怕今天你没有事儿，你就多上点班，是不是？哎，咱们多挣一点，家里头是不是宽敞点？因为之前还有他父亲
外边借的那些债，我说我还想着咱先把这个钱给人堵上，你不能一直欠着人家，是不是？他嫌我烦，我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他住厂里他不回来，我自己一个人。我白天有的时候我会整一点这个小手工活干，我觉得多少能补贴家用。然后我会一咋挂面，我煮完了以后我吃3天。为什么说要一次性煮出来？你说什么？为了省气儿，为了省液化气儿。我一炸挂面煮出来吃3天，你考虑过我什么感受吗？他半夜8点多回来，打开冰箱，看冰箱里什么吃都没有。我说咱家还有块肉，我说我给你切切，我给你打点肉的卤子。我说你凑合着吃点面条吧。我把这个面条给人家端上去的时候，人家说我干一天活你就让我吃这个。我闺女生下来的时候5斤多，她跟人家外人说什么？说我正好吃的都偷着自己吃了，孩子没营养是因为我这个当妈的跟他抢营养。你说他说的是人话吗？啊，这事我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啊，好不容易他能从1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能拿到1万多了。我出去的时候，我闺女爱吃什么想吃什么，我能给她买得起了，我不用说再护着我闺女这个东西不好吃了。结果人家呢，人家背着我自己就辞职了。我辞职是为了创业，他就一直不支持我。我不支持你吗？辞职2个月以后回来跟我说，媳妇儿我辞职了，我考察一个项目做那种水果加盟店。我把所有的卡挨着翻出来给看，我说我一共咱家有8万块钱，我说你觉得你能做个多大的？然后他说了，我考察了这个东西吧，最少我得投20万。我说咱家一共就8万块钱，上哪儿我给你凑20万去？然后他就开始道德绑架我。你老公跟你结婚6年了，就这么点想法，我就只能一辈子给人打工吗？啊！我说行，我当媳妇儿的，我支持你。我就开始找我朋友，找我娘家去挨着借钱。你去借钱？对啊，我给他凑了16万。结果呢，店开起来了，人家就在那守了2天，人第3天就不去了。我天天我领着孩子在店里头天天守着，我天天我自己去进货去上货。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坚持了多长时间呀？不到半年，因为后来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我带着孩子出去上货什么的不行，没有办法，我说这个店只能说停了。所以这个生意算是失败了，对吧？对，失败了。就这么说吧，老师，就我们俩结婚到现在13年，就从他第6年开始创业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开了不下5个店，都是只要是前前几天没有人，谁一口能吃成个胖子呀？他就不去了，就相当于都是你给擦屁股呗。对，全都是我在干。现在你们有外债吗？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哦，那都还了。哎，现在你们刚才不是说你们也在开一个店吗？是吗？对，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成功了。你看，这个项目成功了。不是多久？我们现在是做这个水产方面的行业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吧，本身淡旺季就比较明显，但是呢，这个店里必须有人，所以说呢，我就1年365天，我带着孩子，我不论孩子上学，我就把他送去，放学我就把他接回来，我1年365天我在这个店里守着。是我承认，前2年的时候吧，需要出去维护客户，周围的客户需要跑一跑，他出去跑，前2年挺辛苦的。但是呢，从第3年开始，就跟他这些刚刚他说的这些狐朋狗友，你知道吧？整天胡吃海喝呀。那是狐朋狗友吗？那不都是生意伙伴吗？他帮你什么了？他帮你一点了吗？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意吧，就是淡旺季明显嘛，1年只忙8个月左右，就剩下时间吧，就是那个一些空闲。剩下4、5个月，人家就天天出去，就出去喝，天天出去跟那些朋友。我觉得没错啊，我出去维护一下客户，为明年的生意做打算，你维护的是客户吧？你每次喝酒不就那3头5头的乱算真的吗？还不知道？那剩下那个旺季那8个月，他在店里吗？不在店里，但是他会去附近维护一些客户，维护一些经销商。哦，那个时候是肯定对，那段时间是忙的，是吧？对啊，他是在付出的哈。那段时间是忙的，但是我就觉得，你说真的，1年有4个月的时间，咱这4个月是不是你哪怕干点什么，咱多一份收入？咱家里是不是也能好点？真的，我在店里头淡季的时候，我还进一些水果什么乱七八糟，我还卖呢。人家就不行，人家觉得什么？哎，既然我都下来创业了，我都当老板了，我都是刘总了，我怎么可能去给人打工呢？就那陪孩子怎么样？我和我闺女永远是排在她生命里最后一位的，她的朋友，她的面子永远是排在前面的。我闺女今年6年级了，9月份开学，10月份举行了一个活动，班里人老师提前就通知了，说这个家长有空的尽量咱们都来，给孩子我不是也答应要去了吗？行。给孩子吧，咱们小学画一个完整的句号，对不对？结果呢，我提前10多天我就跟人家说了，确实，实话哈，当时答应了。结果呢，我跟我闺女在那等，整等到11点半，放学了，活动结束了，人也没去。那天我确实是答应陪孩子去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那一天吧，我的一个客户说他家里有点事，让我过去帮忙，说就1、2个小时，我算计一下时间可以啊。啥事儿能有姑娘重要？
其实事儿就这么多的事儿，13年的事儿，如果真的都摊开来说，咱今儿这一天都讲不完。但这日子过成今天这样，为啥？肯定双方都有原因。所以今天来这儿就是希望我们能帮你们，是不是？老师，你帮我压一压他的气焰，我觉得他太强势了。压他的气焰，这是你的目的是吗？老师，我觉得我们俩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但是我今天为什么来呢？因为我今天来是奔着我闺女来的。我不希望就是即使我们俩分开了，孩子还是一个没有爹的孩子，我不希望这样，我受不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唤醒他当父亲的良知，然后你就跟他分开是吗？对。我们先来问问小朱和小周，你们2个人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想法吗？我站姐姐这边吧，我觉得姐姐这不是强势，她就是为这个家的付出，包括姐姐怀孕的时候，还有后来2个人创业的时候，都是姐姐默默的在付出。哥哥他就看不到姐姐的付出。这根本就不是姐姐强势，是哥哥逼姐姐强势的。我站哥哥这边，因为我觉得哥哥他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也需要自己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也在家里默默的在付出，也不是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做。你们对男人的要求就这么没底线吗？男人在家只做一点点的东西，但是却要有一个大大的世界让他们放松，对吗？女人要做99%的事情，然后他们喘1%的气的时候，你们都要指着他说你的呼吸太强势。然后姐妹哈，其实看上去是一个很厉害，但是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叫色厉内荏，她就是这样的人，表面看起来好像张牙舞爪，但是内心其实很柔弱。我们目前看到的她所有的情绪化的反应，在你看来叫气焰，在我看来叫怒火。这个怒火是这么多年来我的付出你看不着，这个怒火还有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对自己的要求却有那么少，还有你没把我当女人看。你可以把我当成店里的劳工，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父亲的看护，你把我当成你女儿的保姆，你把我当成你的没有付工资的店员，你唯独没有爱过我。起初我就纳闷哈，这样的一段关系里头，为什么一边把他训得像儿子一样的你，的确会流露出让人爱不起来的这一种气势？为什么他那么久还一直老赖在你身边没走呢？听到后头就明白了。比起你来讲，他更留恋这段婚姻，因为这段婚姻里头有免费的劳工，有免费的保姆。如果你要问我说今天想不想离开他，我觉得如果他不醒悟，离开他挺好的。以您现在自己可以管着这个水产店，带着女儿，忙活的挺好，你的世界里头最多余的就是这个男子。最开始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一些琐碎的生活上的小事情，但是听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俩已经积怨很深了。最开始我也觉得这位女士上来的整个感觉让我觉得确实我要是一位男士我也爱不起来，但是听到最后我觉得想起一句话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男士整个他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你的懒惰，来自于他每天每一件小事都在逼疯这个女性。你作为一个丈夫，你为什么让你的妻子过成这样？这样的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是会把人逼疯的。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心疼他，他所有的性格上的狂躁，他是情有可原的。还有就是你事业上的无能，你老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一个好父亲吗？你是一个特别差劲的父亲。你是一个好丈夫吗？你是一个特别差劲的丈夫。你不能让你的妻儿过上好的日子，你还在这看似很柔弱，每一句话说的有理有据的，让所有的人一上来都被你带沟里了。你真是个狠人啊！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嘛。如果真的找不着，那就分开吧。你试试没有这个媳妇儿，你能否过好？还有就是你没有这个丈夫，你也试一试。你的生活中间是不是充满好人？是不是能变得所有人都是好人了？你上一次抱你老婆什么时候？得10年了吧。所以其实人的身体是最诚实的。她为什么这么歇斯底里？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就是因为感受不到丈夫的爱。你没有那么爱她。他每一次跟你咆哮，每一次怒喊，
都是在向你发出求救，求你爱我吧。他那么在意你给你的前女友寄出的那2盒生蚝，因为他知道他连1颗都吃不到。他会想起他把面一次性煮出来，就为了省那1顿燃气费。你却可以大大方方的给前女友送2盒生蚝，那没多少钱。所以这都是非常鲜明的对比的画面，这就是刺痛他心里面一根又一根的针。今天所有的老师都在说刘先生的不是，确实很让人生气，但是不爱又能怎么样呢？我不能强摁着他的头，让他一定要爱我，因为爱我们知道是求不来的。那么宋女士，在没有爱的婚姻当中，我们要怎么办？你痛苦的地方是在于你一边委屈自己，一边埋怨对方，你一边明明感受不到爱，一边却要求得爱，所以你在反复折磨自己。这也就造成了你们婚姻当中我们看到的2个人都在相互折磨对方，对彼此有着深深的恨和怨。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他不去店里守着，你不去给他当后背的那个女人，他能一次又一次的这么肆意的去创业吗？是你成就了他的不负责任啊！对，你说他把你逼得强势，你又何尝不是给他擦屁股，让他成为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呢？因为他知道，反正我老婆在，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否能继续，但我知道绝不能再委屈自己。人家前女友就懂得说，你那生蚝我这不方便买，一说就有了，对吗？对吧？对，你怎么就不说呢？就是因为你不说，所以 ICU 外头就该是你。对，你要说的话，你哥哥姐姐能不来吗？有些事儿你要真不管，我告诉你，真有人管。我问一下，你觉得自己老婆幸福吗？现在不幸福。不是现在，就是3天吃挂面，哎，你都没跟你老公说一声，孩子他爹，我都吃3天挂面了，你跟他说一声啊。这都10好几年了，今儿刚知道。你觉得这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的问题。不，这是你们俩的问题。你老婆吃3天挂面了，你不知道是吗？我的错，我的错。哦，你的错。现在想一辙，咱回去做几件事能让老婆幸福。我在店里呢，女儿也在，我吃什么？以后你们在家里，我在店里守着。宋女士，你觉得她做得到吗？不知道。试试呗。已经10好几年了，结婚都13年了，给我个机会，咱就回家守着去。你看啊，你做不到的事儿，有人就能做到了。如果他真爱你，你就做不到，我就没那么大能力。我到点儿我回家，我得给孩子做饭，谁在店里守着，他就能做到。然后哎，能做点什么事儿，就是一个爹能做的，能让女儿开心点的，你能做点什么事儿？以后孩子上学放学我来接，然后我跟孩子做一下沟通。这是亲爹亲女儿，给个机会吗？宋女士，给我个机会吧。然后以后店里他看，晚上吃什么他管，早上晚上女儿上学下学他接。什么时候能抱一下？现在吧。哎，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坐那儿想想用什么姿势抱。想想当年怎么抱的。不是给不给他这个抱的机会，对吧？对，也得琢磨琢磨，也得琢磨琢磨给不给抱的机会。我跟你说啊，老刘，为什么那2箱生蚝你会送啊？你对这个家的怠慢，导致你妻子现在呈现这么一状态，这个状态她不可爱。继续看手机，给看吗？看。哎，得嘞，这么容易就服了，先生？为什么？就为什么要抱？啊，要接孩子，为什么？因为我觉着我是爱他们的。你爱他什么？我认为你不爱他，因为爱当中会有2个字叫心疼。这个女人说的那么多的事情，你都不心疼，怎么今天老师们一说你就要抱了？这10年你都没抱，怎么一说就抱了？原来你懂得会抱，抱这个动作很简单，但可怕的是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想过。所以我觉得你好假呀！你在这段关系里头，你感受不到爱，你感受不到幸福，你只是在行使你所谓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一个行为而已。你没有由心底去想给孩子出席一个家长会，哪怕这个家长会1年也就2次，1学期就1次。
你为什么去和朋友喝酒？因为你可以从朋友的吹嘘当中，你找到存在的价值。你太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失败的男人，让他成功吗？让他站起来吗？你想怎么做？女士，你不要他的那个拥抱，因为里头没有温度，没有爱意。不用去求他来抱你，因为你生活当中不需要他。你就是在用一种强势作为自己生存策略了，你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呢？因为女儿，女儿也感受不到爱啊。女儿可能会觉得今后婚姻是什么？好恐惧。女人未来就会像我妈妈这样不开心。所以我认为你要给女儿做一个榜样。给女儿做榜样的方法不是把这个男人抓在你的身边，而是让他走，我依然很灿烂。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坐那儿歇会儿，然后也想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好吗？好，谢谢你们。来，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周26岁，来自浙江，音响师；小周21岁，来自浙江，舞蹈演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就想问问他是不是一直在脚踏两条船？他和前女友一直藕断丝连，我觉得他前女友就像我们之间的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引爆。他就是太敏感了，我和我前女友就像普通朋友关系那样，就被他无限的放大。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让他相信我。他现在对我是各种敷衍，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我是不是只是个退而求其次的备选。其实是为前女友而来的呀。是，那应该直接把前女友拽来，对吧？这不就问这事儿吗？问清楚了就完了吗？是不？是。有前女友电话吗？没有，他前女友的电话号码全都在我逼着他拉黑了。能背下来电话号码吗？背不下来。背得下来也不敢说呀。你俩是谈恋爱多长时间了？我俩在一起快9个多月了。9个多月就来爱情保卫战了？就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老是因为他前女友这个事情争吵，就他前女友就跟阴魂不散一样，一直出现在我们俩生活里。怎么个阴魂不散法？刚开始也是我先追的他，然后后来他可能也是被我感动了吧，后来他跟我在一起了，然后我俩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他前女友就出现。那个时候吧，就是他叫我去参加一个他兄弟的聚会。你那个时候没在一起，那你俩是个什么关系呢？当时暧昧？我们俩是同事，当时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我当时也对他有好感。你有表达爱意吗？那个时候？我有，我天天给他送奶茶啥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喜欢他。所以那个小朱，你是那个时候知道他喜欢你的是吗？当时知道。所以那个聚会怎么了？他先到的，然后他跟他兄弟就在那里稀稀嗦嗦在讲些什么。就过了一会儿，有个女生进来了，然后那个女生一进来，她神情就明显愣了一下，然后他就招呼那个女生坐到他旁边，然后跟我们说就是他的普通朋友。然后结果他吃饭的时候又给那个女生剥虾，又是剥螃蟹，又是递纸巾，反正就各种献殷勤。那个时候分手了，他们俩分了啊，分了以后怎么还扒虾？就刚刚分手2个多月嘛，然后成为了一种习惯。反正那会儿你俩没在一起呢，对，这事儿咱就翻篇行吗？行，那会儿我俩确实没在一起，但我俩就刚在一起那会儿，他跟我说他跟他兄弟喝酒，然后他就去了。他去到那儿之后，他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他跟他兄弟的合照，还给我拍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他就是跟我说，就是我没有女生，我跟我兄弟，你放心吧，就这么一个意思。我当时挺高兴的，就是他给我报备嘛，因为我俩刚在一起，我觉得他挺对我上心的。然后有一次吧，我就拿他手机点外卖，然后我也是疑心重，我就看他手机了，然后我就看到那天就是他跟我说他跟他兄弟去喝酒那天，他拍了他前女友的背影，然后发给了他另一个兄弟。我就挺无语的，我当时就跟他吵了，我说你那天不是就跟我说你跟你兄弟出去吗？怎么就还跟你前女友在喝酒？确实跟兄弟出去的，我前女友就是在酒吧门口看到我了，就进来跟我碰了一杯，我也不知道，就莫名其妙就坐在我身边了。那天是前女友也在一起跟你喝的酒，对吗？对对对。你俩怎么老是巧遇呢？我们那边就这么小，那我也不知道。那背影是怎么回事呢？对，就这个背影，这是不是在你心目中还有涟漪呢？
不是那个背影，就是我拍给我另一个兄弟嘛，然后他们。你为啥要拍他的背影给你那个兄弟？我上一次知道背影很厉害的是从朱自清那儿，对吧？所以这一次我就想知道这个背影让你想到了什么？我就是想告诉他，我们在一块喝酒，也没别的意思。给兄弟炫耀一下，这个背影看看是谁？我前任。你看，我不但有现任，我还能跟前任一起鬼混。对，我就觉得他是这样的，就是我左边一个前女友，右边一个现女友，我左拥右抱，就是这样，看我厉不厉害。哎呀，还有怎么就藕断丝连了？后来我们俩就搬到一起住了，就是你就管他管得更严了，是吗？差不多吧，就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了嘛，我就觉得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就更多了，会更加相爱一点。然后有一次我们俩在看电影的时候，他前女友就给他打电话，我当时不知道是他前女友给他打电话，他就是跟我说他要出去接个电话，然后他就去阳台接电话了，这一接就是1个多小时，然后我那个电影都看完了，他还在阳台打电话，我当时就去阳台了，我就在那听到了就是电话里传出来是女孩子的声音，然后我就把他手机抢过来了，我说你不是说跟你兄弟打电话吗？明明是一个女孩子啊。那我当时不是怕你生气嘛，所以我才说是我兄弟给我打的电话。怕我生气的事情你还要做，你怕我生气你还要骗我。因为前女友她家里出了点急事，然后找我求安慰，然后也对找我求安慰，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礼貌性的就一直在安慰他。他当时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他也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因为我前女友要出去，他肯定不敢当着我这样，他前女友又不肯挂电话，然后他也不肯就忍下心来挂电话。那我当时不是把电话都拉黑了吗？那也是我逼着你拉黑的呀。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刚才他说所有都拉黑了，拉黑了之后还有联系吗？拉黑了之后，就是那个女孩子会换着手机号码给他打。哎呀。就是有一次他生日嘛，我当时给他准备了挺多惊喜的，然后也给他准备了很多礼物啥的，我还卡着点给他过生日，然后我刚刚给他点上那个生日蜡烛啊，他吹蜡烛要许愿的时候，他手机电话又响了，也是祝他生日的，应该是。对，他前女友就相当于给他送祝福呢，这都是前女友主动联系啊，咱就当别人骚扰你。就是你男朋友没有实际行动不也就行了吗？他有什么其他的回应吗？他有，就是我后来也发现他跟他前女友在微信上也有聊天。他不都拉黑了吗？对，他大号确实把前女友拉黑了，但是他偷偷摸摸他用小号加了一下前女友，而且我今天还带了证据。哎呦，快看看，来我们看一下。想你了啊！我想你了，哎呦天啊，陪陪我啊！我心情不好，来找你喝酒。今天晚上要不要出来喝酒？为什么不行啊？你看他就这样，他就是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想方设法的跟他前女友还是保持联系。就是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他们两个肯定都有错，而且他主动让前女友加他小号，看到了吗？老师，我当时就是怕他生气，所以说你不是怕他生气，怕谁生气？怕我女朋友生气，所以我才让她加小号。你怕她生气，你跟她可以不用联系，不需要加小号。不是说不用联系，她就是经常打电话给我，我想我那个小号也不怎么用了，所以说让她加小号。所以现在小号里面还加着呢，小号还是被你发现了？没有被我发现了，然后就让我删了。你这围追堵截呀，那说不定还有别的号呢。后来我又发现他跟他前女友还在续火花，那续火花总是两个人都得发消息才能同时续火花。然后我发现他们那个火花的累积值的天数已经到达了300多天。哎呦我天！就是他俩从分手到现在，我俩还在谈恋爱，他一直都有这个火花。你们俩得有多少啊？我们俩才200多天，然后后来也就一目了然了呀。后来也是我让他把那个火花给断了。老师，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说成就感俩呢，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哦，一个300多天，一个200多天。对，俩呢，这叫成就感呗。他当时还跟我说什么，就是发个表情，男生女生都有，你为什么非得揪着他不放？哎，我还就是得揪着他不放了，明明就是脚踏两条船。不是你都同大号聊天，发现到小号，还又发现到续火花，姑娘你是怎么能坚持跟他谈恋爱9个月呢？就是刚开始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特别上头了吧，就那时候就上头了。你追他的对吧？对，然后他也是我初恋，这也是我第一段恋爱。
你觉得啊，就是在你们两个人感情当中，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们俩谁喜欢谁更多一些？我觉得就是我喜欢他多一点，哪怕就是刚开始我追他，他也是因为我逼问他，我说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不跟我在一起，那咱俩就做朋友算了。然后他才说，其实我也喜欢你，那我是想跟你在一起的，然后我俩才在一起的。包括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付出也是我多付出一点。比如像有一次他出去出差嘛，要出差10多天，他前一天晚上稍微喝了点酒，然后就跟我说我想你了。然后第二天呢，我就买了车票去见他，然后也没有告诉他，我就是突然到他那边给他一个惊喜的。但是后来就有一次我出差，我平时就是有事情我都喜欢发消息，不喜欢打电话。但是我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就是工作上面遇到了点事情，不高兴，就客户骂我了，然后我有点不高兴，想求他安慰一下，结果他就给我挂了，他给我回俩字儿在忙，转天了他才给我打电话的。你看人家待遇多好，人家是看着半截电影得上阳台接1个钟头，哎呦，人可没说在忙。哎呦，雷老师你真是扎心呐！那就是我的天哪，在你这儿就得第2天，你这真是差远了。我本身也就是一个就是很热烈的人，理解。你如果说哎好想喝奶茶，我马上就给你买。然后你说想我了，我马上就去见你，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对待感情也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也是我初恋。你说让我分开吧，我也舍不得分开，但是你说让我再继续吧，我又觉得他不会改。不光光是前女友啊，很多吵架的事情，在家里的什么家务啊什么的，包括他跟他前女友一起养了条小狗，然后那条小狗呢，他也刚开始跟我说是他自己养的，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就是加班回家有点晚了，我就看到他躺在床上在那里玩手机。然后我就说，那你把这个收拾一下呀，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等着我来做呢？我一推门进来臭得要死，你为什么不收拾掉呢？然后他跟我吵架了，他就说你没看到我在忙吗？然后他就说这个小狗之前也是他前女友收拾的，我当时才知道这个小狗这件事情他都要骗我，就是。那我当时不是怕你生气嘛，所以才没说。你什么都是怕我生气。就是一条小狗而已啊。狗是无辜的呀，这话太渣男了。狗是无辜的。哎，小伙子，你跟你前女友为什么分开啊？就不太合适。哪儿不合适？我感觉各种方面又不合适，然后就分开。怎么不分开了不合适还联系成这个样子呢？我感觉你好怕你前女友，你摆脱不了她。那就是一直整天到晚的，就是来。但有一种爱，其实他就会怕。前女友找你想和你复合吗？没有吧？那现在已经拉黑了，还有什么联系吗？就是他会换着号码给他打电话，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是吗？会打电话。所以说我们俩的感情就一直好不了，就一直在争吵。那我们说回到你们两个人身上啊，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这9个月，咱们抛开前女友，就你们两个人本身的情感，这9个月升温的速度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我在付出，我觉得他给我的回馈真的太少了。就我们俩有一次去旅游，然后定了个目的地是三亚，然后我们那边到三亚有2000多公里。当时我说坐飞机去，他不听，他非得开车去。他说他想体验一下，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呢，车就撞坏了，车子需要送去维修嘛，要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就相当于没有交通工具了。那会儿我们俩还没住到一起，我家跟他家的距离有30多公里，然后我家到他家又没有地铁，如果说坐公交车的话要坐1个半小时，而且还要转公交。当时又是夏天，他就不愿意来了。我说了很多次，我说你来找我吧，我想你了，你来找我。那不是白天太热了吗？然后一出门就容易出汗，又要坐很久的公交车，那我第2天还要上班，我怎么来呢？我那时候有车的时候，天天去接他的呀。上下班不，那你是爱车，你爱开车的感觉，对吧？对呀，太扎心了。姑娘，今儿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你来干啥来啊？我就是觉得他跟他前女友藕断丝连，脚踏2条船。我觉得他拿我当一个备选。哎，知道是你就能分了是吗？是。准确的答案这么一桩桩一件件不都摆在你面前了吗？只是他没有亲自告诉你，你要的就是那一句表达，是吧？你是备选。我就是那种不撞南墙不会投吧。好，看看怎么让你撞南墙啊！来，我们先来问问刘先生和宋女士，你们俩觉得这男孩爱这女孩吗？首先，我觉得哈，这个女孩自我感动太严重，像我一样。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明显这就是渣男嘛，既要又要，
他明明他感受到他前女友对他的爱，然后呢，他选择不拒绝，暧昧，跟你这边呢还这样模糊不清的，然后用一些话去敷衍你，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意义，就是分开了呢，对你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如果纠缠的时间越久，人家会觉得，哎呦，你看我有2个女朋友，虽然说明面上是你，但是另一天可能是另一个。我觉得这个女主不太自信。然后可能是这个男孩吧，就是对他表达爱意吧方式不一样，不会表达。他可能是跟他前女友跟现女友都是工作中认识的嘛，或许他跟他前女友有工作方面的交流，我是这么认为的。你觉得跟前女友联系是因为工作上的交流哈？这男人给男人找起来理由和借口都这么轻松和随口而出是吧？哎，我真发现了。你对着2个男人说这话，这话我不就得对你俩说吗？对吧？就是男人给男人找借口，你看他俩一点不认识啊！你看在台上就这一面之缘啊，然后年龄还差距挺大的。36岁、26岁，差10岁的俩人张口就来，对，真是张口就来。我的天哪！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撞南墙啊，我们的目的是让他撞南墙。我觉得撞不了，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已经拿捏住了，只要他坚持不说你是那个备胎，你就可以不走，对吧？但是事实上你也不是备胎姑娘，现在也不流行这个了。现在大家不都是手机一个主力机一个备用机吗？2个都在用。那个前女友和你2个人都存在于他的生活里头，你自己都知道，你们互相都已经几乎都是有个照面，有个电话交流，你们都快成熟人了，大家还客气什么呢？要不就一起做做呗，一起当面问他，虾在这儿，你剥了第1只先给谁？然后2个人如果都不想退场的话，他把虾给了你了，可能前女友自己还能安慰自己，给他的是小的，对吧？2个都是明明知道他已经心里有别人，身边有别人的情况下，都愿意留在他生活里的女人，你们自己愿意，我们强行拆散有什么用呢？以前我看到有一个高赞的一个帖子在说我的男朋友说他前女友因为戴了穿戴甲，所以剥虾不方便，他就剥虾给他吃。于是我默默地点了10斤小龙虾。为什么这个帖子会成为高赞？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挺解气的。解气在哪里？如果你实在克服不了前女友的阴影，如果你的男朋友一见前女友就会情不自禁要给他扒虾，你好歹自己得学会重新训练他吧。你让他剥10斤，从此他见到虾就剥，见到虾就往你嘴塞，这不就训练完了吗？但是你没这个能力呀。你当时都只能说我起身走人，起身走人目的却是为了等他挽留，等他挽留之后，你就可以苟延残喘的在他生活里待着。自己如果感觉到不被爱，那就是不被爱，不用给自个儿找那么多理由。你要等一个男人亲口跟你说出来他不爱你，那他得多诚实。你身边这个男人就没这种美德，你怎么能指望他诚实的忠于内心，说出这些能让你死心的话呢？想不想撞这个南墙，要不要分这个手，自己选择。姑娘，你知道他为什么忘不了自己的前女友吗？因为他俩都是同道中人。你说你们那么多次的巧遇，有那么巧吗？为什么就那么巧呢？你还给他拍照片，你为什么就不能够避避嫌呢？你这是故意的，你心里很清楚，你发给哥们儿看就是为了看我多厉害呀，对吧？你看我又跟我的前女友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我有现女友的。姑娘，你差在哪儿啊？你的错误是什么？你太主动了，因为你没有恋爱经验，你的热烈太滚烫了，然后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在外在，就显得很廉价。而且这位男生你这么虚荣，你干嘛要去霍霍这么好一个女生呢？这个姑娘挺漂亮的，她没有配不上你。你看看你们俩的咱就说光从形象来说，到底谁好看一点，好吗？好吧，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刻薄哈。然后呢，你也许那么忘不了前女友，回到最开始我的那个论证，就是你们俩属于一样的人，你也是他的备胎，你知道吗？你俩就是那种天生骨子里就喜欢那种有一点那种虚荣，哎，我有好多人爱，每一份爱都不真挚。行，你俩就好好，你最好还是跟你的前女友重归于好。姑娘，赶紧跑，
收获不了爱情，一定能够收获对人生的感悟。我相信你，就是当你承认自己瞎的那一天，你就得到了成长。小猪啊，你谁都不爱，你爱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前女友动不动就找你，现女友又因为前女友跟你生气，所以这样就他们两个女人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把你显得好像特别的重要，把你的这个突出了，你的价值突出了，你就觉得哎，你看我很厉害，要不然会跟哥们儿拍照炫耀吗？这就是最底层的逻辑，你知道吗？其实小周就是你跟他的前女友，你们两个人都是工具人，你这个工具人的目的就是给他提供价值感。你天天跟那个前女友盯着，你以为是前女友在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你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他就是那种不懂得拒绝、不懂得负责任的男生。你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直逼问他，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所以他答应了。前女友也逼问他，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所以就答应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你们谁离了我都活不了。所以你今天说要让你撞南墙，其实你早就撞南墙无数次了，那南墙你都要推倒了，是你自己把那南墙一次又一次给垒起来了。因为你也需要这种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不甘心。你觉得我凭什么争不过你的前女友？我凭什么在你心里没有她重要？但是你搞错目标了，你争的不是他的前女友，你争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最爱的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你是永远都争不了的。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南墙他方向错了，你撞的应该是北墙。有些恋爱谈的可能不是爱，有些恋爱谈的是双方的需求嘛。一个26岁的男孩需要虚荣，你明知道我跟前女友之间还有联系，但你就是爱我，你就是离不开我，这就是我的虚荣啊。21岁的女孩也虚荣啊，不就是想赢吗？我就是想撞到南墙啊，我管他南北呢，撞倒了我就赢了。他要虚荣，你要赢，谈下去嘛。谈到将来有一天，他觉得身边这个女孩闹来闹去也就这样，因为有质量的恋爱里面会有丰富的内容的。你们两个9个月恋爱谈的就是前女友，有一天他觉得小周觉得，哎呀，跟小周在一块谈恋爱就是老谈前女友嘛，没什么新鲜的了，算了吧，他也变成前女友吧。或者有一天小周放弃了，那种情况下认输，我向你保证疼的可过瘾了。你们在这个岁数可能就需要这么一过程，这不是爱，谈的是各自情感体验中的需求，这就是一个成长过程。你们要是觉得这个过程有意义，你们要是觉得以前女友为主要内容谈恋爱，这个恋爱谈的很过瘾，我理解，你们可以继续谈。小猪，我跟你说啊，2个女人好像都放不下你，2个女人都在争你，都想在你这儿要到一个判断，你们俩谁赢了，这不是爱。如果你陶醉于这种感觉，你这辈子可能在爱这件事上，你就没法找到那个真挚的那份感情。我跟女生说2句话，你现在需要清醒。首先第一，我们女生在追求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可以勇敢，但不能卑微。你的爱是求不来的，而你自身的价值不是靠别人去来定义和证明的。如果这个男生不爱你，不是因为你不优秀，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在任何时候不要让沉没成本参与到你的决策。我相信在你相处的这9个月，你很多次你想离开的，但是你觉得我这么投入，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能换来他对我的应有的回馈？不要，过去就过去了。男生，我问你2个女孩，你喜欢哪个？喜欢这个女孩。他犹豫了。哎呦，你现在到底对前女友是心怀愧疚的，还是前面那段情感并没有完完整整的结束？如果不是当时这个女生主动的追你，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应该不会选择这个女生，你可能还在和前女友在纠缠的，是还是不是？是。小伙子，你可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深情的人，
因为你对每一段感情都有投入，但是你不会断。你在感情当中，你不会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你把你的深情演成了滥情。这两个女孩你谁都不爱。如果我爱一个女孩的话，我一定会就认她，别人进不来。但凡有别人进来，要不就是第二个更好，要不就是你两个都不爱，但你肯定是不爱前一个。所以说你会害了两个女生的。而且其实最终我不认为你在很舒服在享受，我不认为你很纠结，你很痛苦，你都不能坦坦荡荡的面对你的女友，你都得背着去打电话，回来还得撒谎，这种感觉很难受，对吗？对。所以你心是好的，但在情感这块你做不到当断，你必然自乱。接下来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考虑一下是否要出来哈。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呢？3、2、1，请开门。来吧。这出来是啥意思呢？我的老婆愿意给我个机会，以后让我做一个称职的老公，称职的爸爸。好，其实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点评，我也反思自己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我主动去承担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在感动自己，有些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并且呢，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就算是给他一个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给你机会报了，10年没报了。好，请亮灯。再次抱你老婆，感觉怎么样啊？好幸福。记住这个感觉啊！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这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组嘉宾的结果了。那同样在开门前呢，要提醒一下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呢，大家只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了，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第二组嘉宾的结果啊！3、2、1，请开门。小朱和小周是不是会出来呢？别出来了。太好了，小周想明白了，他不是说那什么会不会爱，他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我觉得改不了的。还好就是他们还年轻，可以重新来审视自己的情感啊！希望他们都能遇到更好的另一半，也能认识更好的自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